美联储今天什么都没做，但你手里的钱可能刚刚换了处境，9票赞成，3票反对，那3票要的不是降息，是加息。你的现金、你的债券、你那部分硬资产，过去几年都是照着利率迟早往下走这个假设摆的，今天这个假设被捅了个洞。这一期我就把这条链子从那3票拆到你的钱。在拆之前，先把今天最说不通的一件事放这儿。决议前几天7月24号，30年期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已经冲到 2.98%， 2008年以来最高。决议当天30年期的名义收益率又摸到 5.213%， 2007年以来没见过。按教科书，这是压制黄金最狠的一组数字。可同一天，黄金收涨 1.2%。 这个说不通的地方我们留到最后一章付清。我是浩哥，这个节目不预测涨跌，只帮你看清后市的牌，想清自己的棋。先回到今天凌晨那间会议室，美联储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3.5% 到 3.75%， 这一点市场基本都猜到了。真正的看点在票上，9票同意维持，3票反对。反对的是哈马克、卡什卡利和洛根。官方声明写得很克制，说这3位主张在本次会议上把目标区间上调1/4个百分点，也就是加25个基点。稀奇的是方向，这3个人不是嫌联储收得太紧，而是嫌它还不够紧。记者会上，美联储主席沃什说了2句话。据 CNBC 报道，第一句是：我要的就是一场像样的家庭内部争吵，我如愿了。听起来还挺轻松。第二句就一点都不轻松，没有软性的通胀目标，也没有隐性的软目标，在这届委员会手上不会有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 2%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据同一篇报道，跟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一样，这次的声明也比过去的惯例短得多。沃什一直想改变美联储说话的方式，他设立的5个工作组里专门有一个是管沟通的。声明本身有3句话值得记。第一句，就业增长跟得上劳动力的增加，失业率变化不大，就业没塌。第二句，尽管不确定性很高，经济活动仍在稳健扩张，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都很强，经济不弱。第三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，通胀相对委员会 2% 的目标仍然偏高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某些行业的价格，包括能源。这3句连起来读是一种绷着的感觉，就业没塌，经济不弱，通胀还高。在这样一张成绩单面前，什么都不做本身就需要理由。那3位投反对票的人显然觉得这个理由不够。如果你这2年做过任何一个跟利率有关的决定，把钱先放进货币基金等一个更好的时机，把房贷从固定换成浮动，或者干脆想着再等等，等降息了再说，那你其实也是这张票型表的一部分，只是你没坐在那间屋子里。那3票为什么敢要加息？答案不在联储的会议室里，他在决议之前的几天，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从来不看的市场，在那里有人已经花了创纪录的钱给加息这2个字买了保险。先说清楚这个市场是什么，它叫联邦基金期货。赌的东西听上去很枯燥，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未来某个月的平均水平会是多少？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张对赌单，一边压高一边压低，价格在中间来回浮动。正因为它只赌利率这一件事，市场就能从价格里倒着读出一个东西，加息的概率有多大。你在新闻里看到的期货显示，加息概率 35%， 就是从这张单子上算出来的，不是谁拍脑袋估的。现在看数字，彭博的报道说，截至7月27号周一，联邦基金期货的未平仓合约冲到967136手，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上周五是909714手，这2个数字双双超过了2024年10月创下的旧纪录。未平仓合约这个词得解释一下，它数的不是今天成交了多少，而是市场上还有多少张合约没平掉，还挂在那儿等结果，衡量的是有多少真金白银压在这张桌子上。创纪录意思就是这张桌子上的钱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多。看到这，你先猜一个，这么多钱同时涌进这张桌子是在赌什么？ A. 大家一致认为联储会加息，
B 大家一致认为联储不会动。C 大家其实谁也不知道是在买保险。D 只是套利资金顺手做的一笔生意。停一拍，你心里先选一个。答案是 C。报道里引了一位衍生品经纪商的交易员，他叫 Alex Manzara， 在 RJ O'Brien。他说，这张合约隔离出来的就是明天加息还是什么都不做这一件事的赔率。以前联储从不让市场失望，会议前这张合约的价格离最终结果通常差不了2-3个基点，可现在合约里突然有了不确定性，而不确定性会制造需求。制造需求这4个字是钥匙。持仓创纪录不等于市场集体看多利率，恰恰相反，它说明市场分不清了。分不清的时候，机构不会去赌，机构会去对冲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加，但万一加了，我这边不能被打穿，所以先买一份保险。创纪录的持仓是创纪录的保险单，不是创纪录的信心。再看这份保险有多急。7月21号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那个观察工具显示，市场还有大约 87% 的把握认为联储会按兵不动。到7月24号，一篇报道写得很直接，期货给这场会议定的加息概率是 38%， 而一周之前这个数字只有 12%， 到7月28号大约是1/3。决议当天不同口径给出的读数在 31% 到 35% 之间。请注意这几个日期别把它们揉成一个数字，要看的不是哪个百分比更准，而是这条线在几天之内走完的距离。从基本不用想到3次里可能有1次只用了大概1周。这里还有一层张力，就在7月27号，特朗普再一次公开表示支持沃什，同时坚持要求降息。他的说法是，美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利率。同一个星期，白宫要的是更低，联储内部有3个人要的是更高，而市场用创纪录的钱给更高这个方向买了保险。你手里那笔钱就夹在这3股力量中间。到这里，故事本该结束了，市场买了保险，联储没加，保险白买翻篇。可决议公布之后，真正诡异的事才刚开始。沃什把话说到了只有一个目标这个份上，债券市场却当场给了他一个反应，而那个反应是不信。决议之后，美国国债市场的走势是这样的：10年期收益率上行超过7个基点，到 4.681%。30年期收益率升到 5.213%， 是2007年以来最高的水平。翻译成普通人的话，国债收益率上去等于国债的价格下来，这不是预测，是当天已经发生的算术。CNBC 那篇会议复盘里引了市场上流传的一种说法，说的是那些被称作债市自警团的人，你要真想让我们相信，你嘴上说的，你就得开始动手。注意，这句话没有署名，是报道转述的一种市场声音，不是哪位大佬的判断，它代表的是一种普遍情绪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对啊，主席都把话说这么死了，没有软目标，只有 2%， 债市为什么还不信？因为债市看的从来不是决心，是行动。决心可以随时改口，行动会留下痕迹。这次会议的行动是什么？是什么都没做。内部3票要加息，结果还是维持。在债市眼里，这说明多数派还在等，等得越久，通胀在经济里待的时间就越长，把钱借给美国政府30年就得要更高的补偿。这里要引进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词，实际利率。名义利率是你在银行牌子上看到的那个数字，实际利率是它减掉通胀之后真正剩下的那部分。打个比方，你的存款账面上多了一笔利息，可同一年东西也在涨价，利息减掉涨价，剩下那点才是你真正多买到的东西。它为什么关键？因为它是所有资产的地心引力。实际利率高意味着钱放着不动都能实实在在的增值，那么任何不升息的东西，包括黄金，拿在手里的成本就变高了。7月24号那篇报道给了一组完整的数字，2年期收益率 4.37%， 是2025年2月以来最高，10年期 4.71%， 是2025年1月以来最高，30年期 5.19%， 逼近2007年以来没见过的水平，而30年期的实际收益率是 2.98%， 2008年以来最高。还记得开头那个说不通的地方吗？就是这个 2.98%。 地心引力被拉到2008年以来最强，黄金按理说该被摁在地上，可它没有，
这道题的一半答案就藏在下面这个指标里。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的分析师 Leslie Falkenau 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，这一轮收益率上行主要是实际收益率那一块在推，市场是在给终点利率重新定价。什么叫终点利率？就是市场认为这一轮周期里联储最后会把利率停在哪儿。7月24号期货一度隐含的峰值利率大约是 4.23%， 时间点在明年6月，比现在这个区间还高出一截。市场不只在算这一次加不加，它已经在算这条路的终点被抬高了多少。这个判断你自己就能用一个公开指标验证，它叫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，在圣路易斯联储的公开数据库里免费查得到，序列代号 T10YIE。 算法很简单，10年期普通国债的收益率减去10年期通胀保值债券的收益率，差出来这个数就是债券市场给未来10年平均通胀定的价。它最近往哪走？7月23号是 2.28%， 7月28号是 2.20%。 注意我说的是2个带日期的读数，不是现在是多少，一周之内就走了这么一段，你今天去查很可能又是另一个数。关键在方向，通胀预期在往下走，名义和实际收益率却在往上冲，这说明推着收益率往上跑的主要不是大家怕通胀失控，而是大家认为钱本身的价格要更贵，而且要贵更久。这跟 Falkenau 那句话讲的是同一件事。还有一个零件，同一篇报道提到10年期国债的期限溢价大约是70个基点，这就是你把钱借出去10年额外要的那笔补偿。它变高，说明市场对长期不确定性的要价在变高。不过报道也说清楚了，70个基点仍然只是金融危机时期峰值的一小部分，方向在变，不是天要塌。谁的处境在变，其实已经很清楚，手里是现金和短期存款的人，眼下拿到的静态利息比几年前高，而在低利率年代买进长债，想着锁定10年安稳的那批人，正在账面上承担价格压力。如果你的退休金组合里有一大块是长久期债券，这几天的收益率曲线就是你该看的东西。那么债市这份不信任到底有没有道理？要回答它，得回到通胀本身。而通胀这条线上正在发生一件很分裂的事，数据在降，风险却在升。先看降的那一半，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CPI， 衡量普通人买东西贵了多少的那个指标，整体同比从 4.2% 掉到 3.5%， 这个单月降幅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一次。剔除掉波动最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是 2.6%。 单看这张表，你会觉得联储赢了，通胀在快速回落，离 2% 的目标只剩一步。这也是为什么白宫喊降息喊得那么理直气壮。可再看升的那一半，美联储自己的声明里那句话我们前面读过，通胀相对 2% 的目标仍然偏高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某些行业的价格，包括能源。供应冲击这4个字是理解整件事的钥匙。物价上涨有2种完全不同的来源，一种是需求太热，大家手里钱多抢着买，价格被抬上去；另一种是供应出了问题，东西本身变少了，变难运了，同样的需求就把价格顶上去。这2种通胀对加息的反应完全不一样。加息能压需求，利率一高，借钱变贵，买房买车往后推，需求就凉下来，但加息压不出石油来，供应端的窟窿利率补不上。而最近几周，供应端这条线正在被重新点着。地缘政治反复紧张，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互相袭击，国际油价一度明显上涨，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又被翻了出来。7月24号那篇报道把收益率飙升的原因列了4条：地缘紧张、油价上涨、经济数据有韧性，以及沃时减少了前瞻指引。说到这，得把一个容易搞混的地方点破。前面说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在往下走，市场对未来10年的通胀定价是稳的。这一章又说供应侧的风险在升，矛盾吗？不矛盾。前者定的是未来10年的平均值，后者说的是眼下这几个月的风险，一个看10年后的地平线，一个看脚下这段路有没有坑。债券市场完全可以同时相信长期通胀会回到目标，和短期通胀还会被油顶一下。那3票反对是不是3个人的情绪？有一组数字可以参考。
7月21号有一篇行业稿子提到，联储6月会议的点阵图上，点阵图就是每位官员匿名标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利率水平，摆成一张点图。9位官员支持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，8位预计维持不变，只有1位预计降息。换句话说，早在6月委员会里认为今年还得加一次的人，本来就是最大的一群。今天这3张反对票放回那张点图上看，就没那么突然了。这里我得把话说清楚，那3位官员为什么投反对票？官方声明只写了一句，他们主张这次就加25个基点，理由声明里没写。所以上面这些是把公开事实摆在一起之后的推理，不是他们本人说过的话。对你来说，这一章其实只有一句话，你在新闻标题里看到的通胀大幅回落，和联储在声明里担心的供应冲击根本不是同一件事。前者是后视镜，后者是挡风玻璃。你加油的时候，你看电费单的时候，感受到的是后者。好了，联储的票、市场的保险、债市的怀疑、通胀的分裂，4条线都摆上桌了。现在该回到开头那笔我们欠着的账了。地心引力被拉到2008年以来最强的那一天，黄金为什么没趴下？先把当天黄金的价格摊开，注意每一个时点。决议之前，现货黄金报每盎司 4036.09 美元，涨 0.22%。8月交割的期金是 4037.3 美元，它当天开盘价 4020.90 美元，比前一天周二的收盘价还低了 0.4%。美东时间上午9点，现货金一度报 4023.91 美元，当天稍晚一度冲到 4081.56 美元，涨幅 1.41%。综合全天，黄金收涨 1.2%。我特意把这些时点全念出来，是因为今天金价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陷阱。同一天里，它既比昨天低过，也创过日内高点。只挑其中一个数字来讲故事的人，都在挑对自己有利的那个，两面都得给。往下压的一面，当天美元走强，对金价是压力。决议前投资者不愿激进建仓，金价那2周异常平稳。往上拖的一面，中东紧张和油价反弹形成了缓冲。而债券这边收益率创新高，对应的正是长债持有人账面上的价格压力，涨的跌的都在同一张表上。白银这边也留一个坐标，7月21号那篇稿子里，白银报每盎司 59.03 美元，当天涨 4.6%。金银比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，从周一的 71.1 降到 68.9， 意思是那几天白银跑得比黄金快。请注意，这是7月21号的时点，不是今天的读数。现在来还开头那笔账，按教科书，实际利率是黄金的地心引力，它冲到2008年以来最高，黄金该被压趴，可它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轮定价里，方向盘不止一只手在握，第一只手是实际利率，它在说钱本身变贵了，拿着不升息的东西成本更高，这只手再往下压。第二只手是政策可信度和通胀风险的定价。市场在问一个更难的问题，那个 2% 的目标，联储到底还兑不兑现得了？这不是我在质疑谁，这是债市当天用行动表达出来的。主席把话说到了只有一个目标，长端收益率却反手创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。历史上的某些时期，当市场开始给央行的承诺标价，那些不依赖任何人信用，也没法被谁增发的资产，往往会被重新拿出来称一称分量。我说的是历史上的某些时期，不是说这次一定会怎样。同一段历史里也有反例，所以那 1.2% 不是黄金在跟利率对着干，而是市场在同一天里给这2只手重新分了权重。这就是今天最值得记住的一件事，当利率有多高和承诺还算不算数同时上桌，定价逻辑会变得比教科书复杂。这里必须把话讲清楚，避险也好，硬资产也好，说的都是历史上某些情境下表现出来的特性，不等于安全，更不等于保证不亏。任何资产都可能亏钱，过去的表现也不代表未来。那后市怎么走？我不预测，但可以给你一个框架。下面每一条说的都是历史上通常和机构模型认为，不是我对未来的判断。情景 A， 联储真的动手加息。历史情境里，实际利率上行的阶段通常会压制不升息资产的短期表现，但同一段历史里
也出现过通胀预期同步上行，金价反而不跌的反例。两股力量谁大，要看通胀预期和名义利率谁跑得更快。情景 B 继续按兵不动，而通胀不退。历史上这种落后于曲线的组合，往往对应长端收益率和通胀预期同时抬升的环境。情景 C 中东降温，油价回落，通胀顺利下行。那么加息的压注会被一点点拆除，利率路径回到市场原来的剧本，今天这一切就成了一场虚惊。三个情景没有哪一个是必然，你要做的不是挑一个来信，而是知道每一个情景真发生时你自己的资产站在哪一边。可情景是别人给的，你自己怎么盯？下面这几个数字全是公开的，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答案。第一个，联邦基金期货隐含的加息概率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那个观察工具就能看到，它是市场对下一次会议的实时打分。第二个，30年期和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以及它们对应的实际收益率，名义的告诉你钱的价格，实际的告诉你钱的重量。第三个，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，序列代号 T10YIE， 在圣路易斯联储的公开数据库里免费查，记住看方向不看点位。它往上走，说明市场不再相信通胀能被压住；它往下走，可收益率还在冲高，那说明推着收益率的是实际利率，不是通胀预期。两种情况含义完全不同。第四个，油价还有通胀数据里的能源分项，这是供应冲击那条线的温度计。第五个也是最便宜的一个，下一次议息会议的票型，3票反对是变成4票、5票，还是缩回1票？这一个数字比任何一场记者会都诚实。至于我该怎么做，我不会告诉你买什么卖什么，那不是这个节目做的事。但在你做下一个决定之前，有3个问题值得先问问自己。第一个，我手里这些资产是建立在利率往下走这个假设上的，还是利率往上走它也站得住？第二个，我的持有期到底是几个月还是几年？同样一条新闻对这2种人的意义完全不一样。第三个，如果今天真是降息交易被推翻的转折点，我原来的判断依据里哪一条会最先失效？再看看别人在做什么。机构这个星期做的事是花创纪录的钱去期货市场，给一个连自己都不确定的方向买保险，注意是对冲，不是预测。而历史上普通人最常犯的错是把联储没加息直接读成没事了，跳过2个更早的信号，票型和债市。今天这2个信号都在说话。回到开头，今天美联储什么都没做，可就在他什么都没做的这一天，市场用创纪录的钱买了保险。债市把30年期的收益率推到了2007年以来最高，黄金在最该跌的环境里收涨了 1.2%。 所以那句话得改一改，不是什么都没做，而是什么都没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，而这个决定的账单不是寄给美联储的，是寄给每一个拿着现金、拿着债券、拿着硬资产的人的，也包括你。这种把一场决议从票型一路拆到你的钱的拆法，往后没有大事件我们都做一次，订阅一下，下一次不会错过。最后留一个问题，评论区见。如果下一次会议那3张反对票变成了5张，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是通胀真的没压住，麻烦大了，还是联储终于要动真格，反而是好事？同一件事，这2种读法会把人带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，你站哪一边？说说你的理由。我在评论区等。